各位，众所期待的《三国志8》Remake 影片来了！非常感谢光荣特库摩公司的邀请，让我在上市前抢先体验游戏。我火速试玩了一把，整理出这一代的新要素，热腾腾的给大家。这次《三国志8》Remake 的演绎传非常丰富，我试玩了1994年还在庐江的周瑜，开场没多久就触发了大量的演绎传事件，看得出来花了很大的心力在这之上，不愧是这代大力重点宣传的部分。游戏开始大约前中期，演绎传的事件大致有5大类：交流、委托、指南、目标、历史。交流类像是上山采药、遇到仙人这类的，也有各种邂逅，遇到你的真命天子天女。委托类则是整合了像时代的9家界任务，请你帮忙寻找物资、找商人的下落、讨伐山贼之类的，让玩家就像化身为一名武将，带入当时社会可能出现的事件。有些委托还有不同的走向，可以自由决定。不论你是想玩力斩无名的神关羽威名盖世，还是黑化成魔关羽做一堆坏事拉高自己的恶名闯荡江湖，也能让你做坏事更无往不利。对，没错，这代除了武名、文明对你行走乱世有帮助，恶名不再是全负面效果，也有正面效果。如果你恶名不够，不能对别的城行强打劫，而且有的人是重视恶名，想见恶棍，你的恶名不够响亮，他还不会理你，不会见你哦。这里我完全可以预见，以后一定会有玩家去组极道势力打天下。有罗西库演绎传在游戏开始有水镜先生系列的篇章的指南类，游戏才进行5个月的时间，就有交流篇、明星篇、宿命篇、成长篇、民生篇，让玩家一边游玩一边教学。完成任务后可以取得对应的奖励，可能的奖励像是金钱、道具或其他东西，也是往后游戏中确定会用到的实质奖励。透过这种方式一步一步让玩家进入状况。这种整合任务与教学的方式必须给予高度评价，摆脱过去新手教学常遇到的一些问题。例如新手努力玩的新手教学，虽然得到对游戏初步的认识，有了一些碎片化的游戏知识，但等真的进入游戏之后，因为新手教学与实战落差过大，时常还是边打边学，就好像上课上了老半天，真的考试你要用的跟你学到的不一样。如果是已经玩过其他代的老手，要么直接跳过新手教学，要么过新手教学只是为了解锁成就，以获得一些武将或剧本的解锁奖励。这样激烈化的新手教学真的很可惜，制作组花心力制作却没有得到期望的效果。这次《三国志8》Remake 的新手教学，除了结合刚刚说的演绎传中的指南类的任务，还有这位小林会扮演玩家的小助手，解释各种操作与各个名词。对于新手来说，易读易懂，清楚明了，还会附上示意图，帮助玩家更快速的进入状况。对于老手而言，一边进行游戏一边教学，就像是我现在要做实作练习，旁边有老师帮你来场快速的行前讲习，这样更能让玩家可以立刻学以致用，不需要额外花不少时间去完成新手教学，非常符合现代习惯，游戏节奏掌握得很好。再来还有人生的目标类，努力达成条件就可以当军师或太守之类，帮助玩家在游戏中一步一步成长。当然也有禅让徐州、三顾茅庐这种推进主线的历史事件，玩家游玩过程中有许多机会进入史实或演绎出现的事件。这个在演绎传内的历史事件的模式有3大优点：一，能推动时代的演进。大家玩三国志系列，过去都是选一个有兴趣的时代或剧本，比方说我这次试玩的是1994年周瑜还在庐江的时期，希望体验陪伴孙策成为小霸王的成长之路。但这时人在江东，对中原没有影响力，以往如果放电脑自己模拟乱打，势力变化走向会跟实际历史的走向差之甚远。如果是喜欢体验历史模拟一派的玩家，怎么玩都是少一位。但8 Remake 不一样，你可以在你想要的时候，适度的让你正在玩的游戏进度推进历史走向，可以真的像一名当时的文官武将一样，在东汉末年的乱世看着世间的变化，玩游戏的同时又像在追剧。第二点是不会被剧情杀，刚刚是体验历史模拟一派的玩家会开心，但也有另一派玩家是喜欢活出自己的路，就是想要改变历史才觉得好玩，硬是强迫执行的剧情杀就会让人无言，像是有些条件符合了，或甚至只是时间到了就会触发剧情，强迫推进事件。有些事件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但你只能默默的接受。而这次8 Remake 玩家可以自由做出选择，要不要执行这个事件。扣回前面第一、第二的优点，综合起来就是我觉得这次8 Remake 的第3大优点，能根据自身喜好做出选择，发生或回避事件。玩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想推进剧情就推进，不想推进也能回避，自由度高。而且重点来了，剧情你还可以只进行到一半。比方说我玩2008年赤壁之战的周瑜，黄盖苦肉计、连环船、火烧赤壁 OK 没问题，这些是我想要实现的。但要我把江陵让给刘备捡走 No， 我就可以故意把剧情执行到一半，不推进到底。而且如果你玩的是反方曹操，除非你
很 M， 不然怎么可能会想在赤壁被周瑜剧情杀？这个时候演义传还有相对应的虚构剧情，如果你是曹操方，做出哪些改变，达成哪些条件，就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。这类的 if 线大幅丰富每名玩家想游戏三国人间的想象空间。这次《三国志8 Remake》的演义传，我认为是三国志全系列，尤其是武将制的重大突破。关于演义传，我会另外再做一支影片更深入的介绍。再来是这代《三国志8 Remake》的另一大重点，武将之间的联系宿命。这次可以和3名武将结义为金兰，加上你自己可以组成4大天王，男生可以有3名配偶，女生可以有1名配偶，而且如果你有3名配偶，每位老婆都可以生小孩哦。你看我一次养3只女儿，当爹的养小孩好忙啊！这就是一开始提到交流类演义传事件中，我和我人生中的大老婆采姬相遇，她生出了一个绝世天才呀！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神仙数字？上述包含金兰、配偶、子女、乡绅以及亲密度达到信赖以上的武将，无论是战斗中的联系攻击、内政的工作，还是日常的任务，又或是自我锻炼时，通通可以成为你人生中很大的助力。哦，对了，配偶和金兰也是乡绅的一种，不会占用乡绅的栏位。乡绅就如同官网说明的，对象武将会在平定、内政、战斗等多种场合支援玩家，为玩家提供帮助。战斗部分好理解，就是支援攻击、联系，增加攻击的效果。内政部分的话，除了最基本的，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乡绅的武将有机会来帮忙，大幅增加你的工作成效。在平定阶段出手帮忙，则是旧版没有的巧思，像是去山洞邻近的城市时，乡绅的武将除了帮你一起做事，加强山洞的效果，还有机会顺便帮忙拐商人或农民回来，增加我方城市的商业或农业值等。透过不断的与人交流，你可以获得来自不同人的秘诀，这些秘诀都是你学习战法与特技的基石。总体而言，这代联系的应用范围非常广，让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变得无比重要。不管想做什么事，乡绅的伙伴绝对是多多益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要如何与人相生呢？想快速的和你想要麻吉友好的人产生共鸣，变成乡绅，除了天天找他聊天之外，最有效率的方法是去跟你想要麻吉的武将做相同的工作，多见闻工作场所是最有效率的捷径，有助于加速你们友谊升温的速度。正所谓近水楼台先触电，在同一个工作单位有很高的机会触发共鸣，集满4次共鸣就可以变成乡绅。有跟你友好的武将，当然也有跟你交恶的武将。若是与你相克的武将，比较直观的是他会避不见面。如果相克武将是你的上司 boss， 像是太守，你的意见他就不太会采纳，这很写实啊。另外，相克的武将双方都是君主的话，还会增加进攻你的欲望，更积极的出阵打你哦。再来是战斗的部分，这代迎来一个全新的变革。以往几代所谓的战法，大家可能会个2到3招就可以成为好用的将领，甚至像是旧版8代的贾诩，靠一招奇袭就可以打天下。但在8 Remake 重新定义了战法，就是战法不再是可以同一战场重复使用，在一场战斗中，每个战法只要用过了，理论上就不能再用了。这个变革造成3大影响：一、战法要全能，优先于专精。旧版8代战法有15种，8代重制版的战法总共多达有40种。因为每个战法只能用一次，所以一名武将会越多战法，在战场上能用战法的次数就会越多。因此，尽可能找乡绅的麻吉武将获得战法的秘诀，也是日常生活要积极做的事情，这样你才能有更多战法可以用。2、这代战法不再是以往认知的集气，而是看战役。以往三国志系列通常把战法设定成需要消耗气力，气力可以透过不同方式补充或恢复，有气力以后再用战法，用完没气再集气，再用战法，以此类推的循环。注意，是可循环的，可循环也表示容易发生一直打个没完的情况。这代的战法要发动，有个全新的条件，战役。每项战法都有各自需达到的战役值，可能是10或70或更高。当你达到特定数值后，所有战法都可以用，用完战法不会扣战役，而且战役没有其他外力的话是不会下降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战役达标时，每一回合都可以使用战法，不会进入休息补气阶段。这个重大改变也连带来第3项影响，战斗加速。因为当你的部队军事进入高战役状态时，可以在不同回合不间断的使用，不需要过往的补气恢复，让战斗节奏更连贯。在减少了大量慢条斯理的战法动画，也让节奏变快。当你是一般或军师武将，你只能控自身部队，如果不想看其他部队的行动，也可以按着滑鼠左键加速进行。战斗地图也不像旧版8代纵深拉太大，双方光是要见到面，可能就要走个10天半个月。这次8 Remake 虽然也是限时30天完成战斗，但我试玩下来，除非战况盛大焦灼或特殊需求的打法，几乎都是10
天内就解决，很少数的战斗到15天已经算很久了。还有一个细节也是改善节奏的小巧思，这代的工程器具像冲车、投石这种，不再需要一回合的组装时间，而是一并整合到战法。还记得刚刚说战法只能用一次吗？是的，这些工程器具变成抛弃式道具了，要注意一场战斗中用过就没咯。综上所述，真的看得出来这代在加快节奏下了很多功夫，战斗确实如官方宣传的节奏明快，改善了旧版8代战斗拖泥带水的问题。刚刚提到的战役也是《三国志8 Remake》战斗的一大重点，战役很大程度的左右战局。一就是刚刚讲过的战役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值才能用战法。二要发动联席攻击也要一定值的战役。三战役高低也会影响攻防能力。四战役太低会有逃兵哦，因此维持高战役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这代战斗也重新定义了伏兵，伏兵状态不再是战斗中可以自由切换，而是在开始战斗之前，军役阶段就要提前准备，把你想要变成伏兵的部队配置在森林或岩地，那支部队就会自动进入伏兵状态，只要不离开森林或岩地，就会保持伏兵状态，并且就算进入敌军视野范围内，也不会被敌军发现。在伏兵状态下攻击敌人，就能发动奇袭，如果能预测敌人的行军路线，就能成功诱导敌人，抓好奇袭时机。被奇袭的部队战役会下降，甚至陷入恐慌状态。还记得刚刚讲的战役决定了攻防能力吗？战役高低还决定了能不能用战法与联系。若在第一手就能压制敌军的战役，这么一来就能掌握到开战优势。这次《三国志8 Remake》在战斗中也多加了一个要素，防守方会有鲁、关、狼烟台等防卫设施，攻方急迫的话会加自身战役，守方运用得当的话，也有机会打出以少击多、以弱抗强的战斗。讲战斗当然不能漏掉了单挑，相信单挑也是很多人期待的一环。这次单挑舌战两者使用相似的机制，这个机制让武力、智力的差距不再是一个跨不过的绝对值。以往武力、智力差距达20以上左右，想要在单挑或舌战中获胜难如登天啊！这次重置版不同，一个不小心，诸葛亮、周瑜都可能变输山贼小兵，让能力值差距很大的单挑舌战不再只是过场而已。舌战搭配这台加强的重点配音，让舌战玩起来还真的有几分辩论的味道。不再是只有这种撞声词了，其中还有不少小巧思。假如你是一场战斗的参谋，当在开战前的军役时，即便你已经贵为首席军师，做出你的调度配置，还是有机会有其他人挑战你的调度配置。你这样配置不好，听我的。这个时候你需要变一场，变赢了总大将才会听你的调度配置。这代还有很多这种小巧思，让游戏更有生活感、代入感。最后奇才也是这代的重点要素之一。这次总共有30种奇才，每个奇才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分别配给30名不同的武将，像是曹操的超世之节，说明写战略 P+1，在平定时自身可再次行动。原本看官网释出的图看得一知半解，想说8成是平定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件事情吧，试完之后发现不得了。来，我帮这个奇才做注释，这个超世之节后面3个字可以划掉，补上一个人字，这是超人啊。在平定中，曹老板除了可以比其他君主多做一件事情之外，他自己也可以做2件事情，也就是说曹老板他可以先飞去旁边的城，撞烂人家的城墙后，立刻飞回来再带大军杀过去攻城。这4把是超人。或是像司马懿的奇才是狼顾，担任总帅或参军参战时，战斗开始时敌方的战役下降20%，这也不得了了。还记得刚刚说战役是一场战斗的关键吗？人家司马狼顾还没碰到对手，直接全战场控制，从精神面给予敌人打击，几次跟他对阵到，打得真的是别扭又痛苦啊。以上是这次《三国志8 Remake》的新要素整理，之后还会陆续出更深入的体验心得与攻略。大家还有想知道什么的，可以留言敲碗让我知道。就这样来呗。